这珠子我要了。行。阿妮，可带钱了？带了带了。这珠子给我留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啊！哎，娘子。娘子想要知道司马的行踪，在司马府内放1、2个可靠的心腹，不是更方便吗？为何只派人在司马府外远远地打探？像今天这般，突然知道司马来了攻防，娘子匆匆赶来，总是有些手忙脚乱的。我原是在司马府有些眼线的，最近月余都被各种理由打发出司马府，我怕是司马早已知情，对我存了忌讳，不敢再轻易冒险。珠子呢？哟，真是对不住，那扇玛瑙我已经给卖了。卖了？我说了要买，你怎么能给卖了呢？不是，你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，我以为你反悔了，这正巧有人要，我就给卖了呀。你卖给谁了呀？我出2倍、3倍，不，我出10倍的价钱，你给我寻回来。小娘子，你真会说笑。这西周这么大，客人买了就走，我上哪儿给你寻去啊？云衣，云衣，你开开门呀，云衣。云衣，你先开开门啊，云衣。娘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小探，你帮我看好云衣啊。劳烦您回忆一下，买走珠串的是什么人？男的、女的？多大年纪？汉人还是胡人？何处口音？这人大约20岁，是个汉人男子，口音我可说不清。不过他穿着鲜亮，一口气啊，在我这儿买了不少首饰。因为买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说啊，我还给他还了不少价呢。娜娜，我妆容可还妥当？娘子就是匆忙之中出门，也是极美的。唉，现如今想见司马一面，都竟要委屈巴巴的追到宫房来。司马公务繁忙，好在都护和齐夫人都是极疼爱娘子的，希望能促成司马和娘子的喜事。小心。张娘子，这司马吩咐过，您不能入内。放肆！我家娘子跟都护府什么关系？来宫房看望司马，岂是你等可以拦的？张娘子息怒啊！这宫房里都是粗人干粗活，小的是怕您进去之后，这万一有个磕碰，没法交代，所以不能放心，还请张娘子原谅，就别为难小的了。哎，张娘子，张娘子，司马真吩咐过，您真不能入内呀！哎，张娘子，张娘子，你听小的说呀，司马真不让您进宫房。张娘子，张娘子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，哎，您别往前走了。张娘子，张娘子，司马，敏娘见过司马。在这说吧。找我何事啊？
没事便回去吧。前几日，敏娘去看过都护和姨母，都护和姨母都夸赞司马公房里的白蝶又细又软，敏娘心痒得很，便不请自来了。我这儿的白蝶，你是如何拿到的？司马要怪就怪奴婢吧。娘子想做些鞋袜孝敬都护和齐夫人，是奴婢听闻司马公房新出的细白蝶又细又软，才自作主张弄了一些交与娘子。自作主张啊！若再有下次，就废了你。司马，敏娘听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白蝶纺织方法要向西周百姓推广，敏娘也想尽些微薄之力。好啊，那明日起便来工坊学习，未来协助推广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敏娘一定努力学习，不给司马丢脸。你明日起接他，护他安全。是。多谢司马挂怀。哟，你叔母来了。来，怎么又是这个呀？昨日不是没喝吗？医师都说了，要让你日日喝一些才好。哎呀，快拿走，快拿走！玉郎，盯着你父亲，把这药给喝了。这个夫人呐，总是爱拿个棒槌，便认作是真。那些医师的话，怎么能全信呢？哼，叔母倒是个细致的人。哎，玉郎，你的府上也应该添一个夫人了吧？按理说，敏娘这年纪……哎，妇人难养。我可不想每日回到府中，还和他们周旋。何况现在诸事不顺，喝药啊！太难喝了。那我喂你啊。那还是我自己喝吧。你也是个细致之人啊。你也爱拿个棒槌，便认作是真。你这不吃不喝怎么成呢？自昨日起，我家娘子一刻都没闲着，就为了给你找那串玛瑙珠。你说你……
小谭，娘子呢？郎君，娘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都是那阿史那娘子。昨儿娘子好心让安妮姊姊陪她出门散心，谁知道她跟中了邪似的，就看中了一串玛瑙珠子。回来的时候取钱耽误了时辰，就被别人买走了。回来之后，她就哭闹了2日，不吃不喝，结果还是苦了娘子。娘子替她寻那串珠子去了。究竟是什么珠子？她非要不可。不知道，她又不肯说。守约。娘子，阿史那娘子的事，我听小谭说了，不过是串珠子，何至于你奔波2日？你呀，也别太惯着她了。这偌大的西周，上哪儿去找串珠子去啊？买走珠子的人，我找着了。真找到买珠子的人了。先别着急，让娘子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我细细问了坛主，他说买珠子的是一个年轻的汉族男子，一次在他那里买了不少首饰。那个胡商卖的都是颇具西域特色的饰物，既是汉人买，还买了许多，多半是个生意人。在这儿买了特色饰物，放到长安去，高价卖给那些喜欢异域风情的高门贵户把玩。所以，我便找阿紫帮忙，到长安商人常住的客栈一一打探，果然被我寻到了。那珠子呢？你见到珠子了？他买了那许多，我怎么晓得你看中的是哪个啊？不过你放心，生意人嘛，只要你出得起价，他自然肯卖。我回来就是要带你去认珠子的。好，那我们这就走。阿史那娘子，那珠子为何对你如此重要？那是我父亲带了几十年的贴身职务，每次带着他上战场都能凯旋，被族人视为圣物，却被我偷偷带去打猎，不小心给弄丢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就吃了败仗，尼蜀部落被阿史那赫鲁所灭，族人或被杀，或被买，我也与父亲和族人失散。我常想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弄丢了圣物，或许尼蜀部落就不会被贼人所灭，族人也不会失散流离，无家可归。夫人，你若能帮我寻回珠子，云逸以后事事都听夫人的，绝不再任性了。云逸，我一定会帮你把珠串找回来。珠串可以失而复得，你和你的父亲，你的族人，也定有团聚的一天。别急，再好好找找。不是，这些都不是。请问还有漏下的吗？是有件东西未曾拿出来，只不过那件东西我们不卖。请郎君行个方便，让我们看一眼，也许是我妹子要找的东西呢。这是他，就是他。这珠子你们多少钱才肯卖？你们要多少，我便给多少。真是对不住，这珠子刚一拿回来就被我娘子相中。我们是新婚，我答应她送件她喜欢的饰物做定情礼。可是这是我……云逸，
既是心上人送的定情之物，自然是千金不换的。当丈夫的，不能为了钱财收回礼物；做妻子的，也不好把丈夫给的定情之物转让给别的女子。难得你们夫妻和睦，情比金坚，我本不该再有非分的请求。只是，这珠串是他父亲的心爱之物，他与父亲失散，又弄丢了此物，所以才会心急如焚。你们若是能将这珠串让出，也算是功德一桩了。夫人说来说去，还是想把这珠子拿回去。我虽是个生意人，却不能为了钱财，让娘子失望。你误会了，这个物件这么有意义，岂能用钱来买？这东西既不能卖，我便拿东西来换，成不成？换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就回。等我一下。守月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。琉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武皇后送给咱们的这对玉佩，我想用它们去换。这对玉佩，你我佩戴多年。你不在我身边时，有它在，就仿佛你在我身边一样安心。这玉佩的确是十分珍贵，但终究不过是物件而已。就算舍了这玉，我对你的爱也永远不会消散。但如今要将其赠与他人，我还得有些犹豫了。傻琉璃，昔者君子彼得于玉，如今你我挚爱尤甚。就算妖家不佩戴这玉，能用它成全于别人，也是佳话一段。那我先去了。慢点。这对玉佩是当今皇后赠予我和长史的新婚之礼，我们夫妇各自佩戴一枚，从未离身。你们若喜欢，我俩便将这对玉佩赠予你们。祝你们夫妻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这么贵重的玉佩，二位新婚大喜，用这对玉佩做定情之物，再吉祥再合适不过了。多谢长史夫人的美意，我俩再不肯就太过小气了。多谢你们。来。如今物归原主，也祝愿妹妹早日父女团聚，承欢膝下，共享天伦。多谢子子成全。慢点啊！哎。
这线纺的甚好，又匀又细。你们竟然试出来了，是如何做到的？不敢隐瞒夫人，我等也不知是如何做出来的。自打入了夏之后，纺线有时越发艰难，有时又比平时容易。昨日午夜，更是异常好纺，直到今日清晨，都还是如此。纺出的纱线又匀又白，织出的白蝶也都是这般的细滑。可是，没过1个多时辰，慢慢的又和往日差不离了。我等想了半日，也不明所以，只得烦劳娘子来这一趟。你们所用的白蝶可是往日那些？尾车可有什么改动？我等自是也想到了，还细细地验了一遍，与平日哪有半分差别呀？的确是线的问题，只是这忽好忽坏的原因会是出在何处？你们几个可有想过会是什么缘故？便是胡思乱想也不打紧，一人计长，二人计短。若是再想不到，大将不妨把这院子里的人都问上一遍，有什么想法咱们记下来，咱们一条条看看，说不定能有所启发。小的们早便商议过了，自是有各种说法。早些日子，偶然有一天略好一些，有人就说是因当日拜了菩萨，可第2日再拜却没了动静。也有的说，只怕是天气热了。可细细看下来，这日头越大，似乎越不好织。若是说下雨天方好织一些，可昨夜那雨下的也没多长时间，转眼地都干了，可这纺线却依旧是好织的紧。今日半点雨也无，头半晌也都还是好的。没错，就是如此。雨天好纺线，雨停之后依旧潮湿，所以纺线容易的情况还能持续一段时辰。小的也是胡思乱想，让夫人见笑了。不知经过这半日，夫人有何高见呢？高见倒也谈不上，只有一事，还要请司马不吝赐教。哦，何事？倒也没什么事。这粗白蝶的织法如今已甚是容易，可这细白蝶若是也变得好织起来，不知司马会作何打算？粗白蝶的织法，我自是希望西周子民人人皆知。可这细白蝶的织法，普通老百姓即便知道了也没有何作用。如若有一天细白蝶好织，我就再开一个大一点的工坊，专织细白蝶。若是如此，我有一法，可让这细白蝶日日都如昨日一般好纺好织，功效高出如今数倍。不知司马可有兴趣一听？请夫人赐教。赐教不敢当，只是我突然想通了一事：这工坊之所以不易织得细白蝶，原因无他，全是风水不佳之故。因此，若能寻得一处风水相宜的宝地，纺出上好白蝶，自会易如反掌。库迪夫人还会看风水，哎呀，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工坊，难不成真是不妥？不知可有什么妨碍呀？我于风水上不过略知一二，只是之前没往这上头想过罢了。这工坊做旁的并无不宜，于人也无妨碍，唯独不宜于纺织白蝶，须得换上一处才是。敢问夫人何处是适宜之地？若是都护府的事务也便罢了。司马既是想自行再开个工坊，选址何处事关重大，请容我再思量思量。夫人但说无妨，我愿以千金相馈。此事日后再说也不迟。眼下我倒是有件事情要烦扰司马，还望司马通融一二。夫人有何事要烦扰我呀？司马不必担忧，小事一桩，于司马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想借黎大将和这院里的几位工匠用上几日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请。敢问夫人，是想再开一间工房吗？我一个妇道人家开什么工房？只是安家表子对我做的一些小物件有些兴致，我想请黎大将几位去帮我做出来。若这几位实在繁忙，我另外寻人便是。是崇玉疏忽了。按理说，这细白蝶能有今日，多一半是夫人的功劳。夫人想让贵亲开间工房，也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，只是希望夫人知晓，此事最大的禁忌便是外传。即便安家三娘再沉稳，也难免有过手之人别有居心，所以此事仍有外泄之忧，请夫人再三思虑周全。我何时说过要开什么工房？恕崇玉厚颜一次，敢问夫人，夫人所指的风水宝地到底是何处？如若工房建起，崇玉愿分3成给夫人。4成也无妨。司马如此客气，那真是受之有愧。那我便多谢司马了。不知夫人如今肯告诉崇玉，这风水宝地到底在何处？河谷。河谷。风水，有风有水，方能一切顺遂。这工房自是得建在河谷进水之处。河谷之中大屋甚异，司马不妨试上一试。若是不成，我还能厚颜领了司马那4成之力。怎么会？那好，我便试试在河谷之间先搭上2座木屋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知黎大将何时有空闲？夫人，此事已成，难道还让黎大将去给安家做什么闸车、尾车吗？司马此言何意？我不过是答应了阿紫，给他做2把带背的高凳，那物件并不寻常，所以这才想到劳烦黎大将啊。只是为了带背高凳？难怪司马先说是千金乡愁，后来又改成了什么3成4成，原来是……司马总是这般多虑。和夫人说话，哪敢不谨小慎微呀？要不然，说不定哪天我的生意就变成夫人的了。好，既然夫人想用黎大将，随时召唤便是。那我先替阿紫谢过司马了。不必。守约，自从劳军回来，你总是一脸严肃，是不是恩师打的仗很危险啊？如今恩师在西路军中负责押运粮草，想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就算西路军以苏海镇为主，恩师也不该是负责押送粮草吧？西路军集中了伊州、亭州、西州这3州的精锐，共3万人。但恩师虽任前军总管，除了从长安带来的几百精兵，竟无人可用。那苏海正美其名曰粮草乃决胜之本，还希望恩师这般宿将来负责押运，但其实根本不想给恩师任何上阵杀敌的机会。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不是事事都能被他人安排的。你也好，恩师也罢，总要多做些准备。所谓追处囊中，恩师天生便是那种一上了战场便会锋芒显露的人。说得对，如今粮草大致已处置妥当，明日我要出门一趟。
送些粮草给恩师。你不是在后方调度粮草吗？怎么要亲自押粮过去啊？你不必担忧，此次一切都非常顺利。只是，我想去看看。我要给你备些什么吗？琉璃，你放心吧，此次我同恩师一起，定然不会有什么事。那西路大军对上的是赫鲁本部，我倒想看看，这北部骑兵究竟是什么模样。这次会带着阿成一起去，阿古还是继续留在家中。这几日你就莫要出城了，有什么事交给阿古去做便好。你是一个人押送粮草吗？还是与别的同僚一道去？我要了去司马懿同学。苏定方携裴屈二人押运粮草，行至鹰梭川山谷，遇北部4万大军。裴独自带兵前行诱敌，苏带兵埋伏策应。当夜遇敌军，裴放火烧粮毁车，佯装撤退。随后唐军布阵，击敌方于不备，北部大军落荒而逃。苏裴不仅以最小代价保住大部分粮草，更拖延敌军增援时间，为唐军大部队提供最大援助。义父有功，但经三军结阵而行，无法破敌获粮。而如今天转寒凉，马之储补增亦难，粮草上再不能出差池，故吾预留协助义父，即12月前则归西周。若是遇烦之事，乃召屈司马相助。义卿欲死，不知何计使还居。已是深秋，请多保重。行前。这封信是长史托我转交给夫人的。长史还在军仓协助调度军需之事宜，我便先行回来了。有劳司马了。不知如今苏将军和守约可还安好？军营那边一切都还妥当？苏将军和守约都还安好。夫人，长史有意，明年起西周子民所交锦帛，可由白牒来代替。之后，都护府会颁发出布告。这如今宫房中赶制出上百套札车和弹弓，我之后会差人随着政令，把这些物件给西周各乡的村镇家中发放过去。夫人的这项发明，真是为西周的子民做了件大善事。札车和弹弓都是新事物，琉璃想亲自下乡教授这些村民使用方法。夫人要公亲，这可为重玉帮了一件大忙。实不相瞒，虽然西周很早便有了这白牒布，但是多为官家所造，庶民极少为之。如今，西周的赋税中要以这白牒代替丝绸，对于西周的这些农户来说，此乃是关乎生计的大事，多半会有一些疑虑。可如今长史威望亦高，加之夫人亲自示范，相信西周子民很快会打消这些疑虑的。司马尽管安排便是。重玉便代西周子民，谢谢夫人。不敢当司马如此大礼。待重玉安排妥当，便差人来接夫人。
子子。司马，这是我家妹子芸娘。芸娘，这是西州都护府区都护的司马。见过司马。子子，司马来家中做客，咱们不用留他用饭的吗？司马是从军营捎了你子服的家书和口信回来，待你子服归家时，咱们再请司马来吃饭也不迟啊。你刚从军营回来的吗？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唐军可杀了贺陇那贼子？哦，前方战事还算顺遂，苏将军跟守约也颇有斩获，只是想要擒得贼首，还需要等待时机。那你说的这一串意思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芸娘，司马刚从军营回来，旅途疲惫，咱们不好再打扰。回头子子再寻人细问一番，可好？啊。崇玉便先行告辞。这位司马人长得道俊，只是说话却与那对面卖绸缎的阿婶似的，半日也无句痛快话。他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推广白蝶制造之法的事情，长史夫人已经答应全力协助我们了。懂，我去办啊。哎，哎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裴行俭时，那个被米大郎欺辱的红衣女子？啊，记得衣服是红的吗？是这样，今天我在长史府又见到她了。那口提士谎称这是他的妹子，想必是忘了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可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呢？君梦，你帮我查查这个女子的来历吧。啊，快去吧。啊。玉郎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走的这些时日啊，我夜夜惦念。尤其是那一天，我听闻你们遭遇了北部大军，阿爷，我就差点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是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你快跟为父讲讲，我为何听闻你们遭遇了1万多北部大军？不是1万。是2万。啊！你们带的兵丁不足2000，还要保护粮车。你们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击溃这2万狼兵的？莫不是那个苏都督派来的援军？苏都督父子巴不得我们死在那儿，怎么会派援军？2000对2万，这不可能啊！兵力悬殊很大，不可力敌，只能智取。啊，倒不知玉郎所用何计，竟把这2万敌兵……不是我出的计，是守约跟苏定方将军。此次出征，危急时刻，我想到的是当下。想到的是自保，而守约看到的是这2万北部兵必是唐军的心腹大患，所以选择烧掉粮草，设计陷阱，以2000敌2万，破釜沉舟，决一死战。妹夫，我不及他。什么？玉郎，
良，你这次虽然未能一战成名，立下战功，但你已经看到了差距之所在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李世坤，君子以厚德载。我自相信，玉郎今后一定会带领西周重现辉煌。春来执笔画思念，为情写的红梅叶。池塘边，柳树旁，满江诗一书从前。匆匆老去那些年，愿有月宿南园。我寄相思，谁接线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。几经风雨宿缠绵，似沧海一桑田。春秋有往溯流年，花凋谢笔生寒。青春逝去笔少年，寒雪天际山月，却醉寒窗一灯闲。望明月有阑珊，人尽窗寒笔有雪。愿有月宿南园，我寄相思，谁接线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。几经风雨宿缠绵，似沧海一桑田。春秋有往溯流年，花凋谢笔生寒。青春逝去笔少年，都有来菊花残。我寄相思，谁接线？一窗前是历年，只因是否见人缘。似沧